食用碱和小苏打呢，在我们日常厨房当中是十分常用到的两种食材。那么这两种东西呢，到底有什么区别吗？屏幕中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不知道的朋友们呢，一定要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看一看哦。因为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相信有很多朋友呢，特别容易将其这两种呢给它搞混了。那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似的之处，但是也有很大的区别，再加上这网上呢有很多关于错误的描述，所以呢很多人始终也搞不明白他们俩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尤其是在做面食的时候，到底是用食用碱还是使用小苏打呢？那么具体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不妨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了解一下吧。食用碱和小苏打的区别，充分的让大家认清他们两者的本质，同时不再为他们俩给他搞错而感到苦恼。视频看一点，点赞点一点，您的每一个点赞转发支持呢，都是小苏娘进步最大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那么下面呢，我就详细来跟大家讲解一下食用碱和小苏打的区别吧。其实呢，如果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食用碱和小苏打的关系，那么它俩呢更像是父子的关系。食用碱则是父亲，小苏打则是儿子。食用碱呢，它是化学式的碳酸钠，也就是纯碱，但是不属于碱类，而是属于盐类。只不过食用碱的水溶液呢属碱性，小苏打呢是化学式的碳酸氧钠，并不是化学分类上的碱，而是属于这酸式盐，其水溶液呈现是弱碱性。所以呢，在前面为什么要说他们两者的关系呢更像父子关系呢？因为小苏打呢是由纯碱的溶液或者结晶吸收二氧化碳之后的制成品，也就是说食用碱生出的小苏打，所以才会说前面呢他们更像是父子的关系。食用碱也就是小苏打的爸爸。外观呢是不同的，食用碱呢固体圆形，颜色比较洁白，而且呢比较易溶于水，而小苏打它是固体，白色呢细小晶体，那易溶于水。因为食用碱和小苏打呢粉末状态呢有些不同，虽然我们从表面看上去呢这两样东西呢都从这个粉末状，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检查观察一下，您就会发现小苏打的粉末呢会更加的细腻一些，而食用碱的粉末呢就会比这小苏打呢稍微更粗细一些。像平时呢这食用碱和小苏打呢我们都是可以用来发面的，比如说做面包啊、包子啊、馒头啦，那么这些面食啊，因为食用碱的碱性呢比较强，如果是新手发面的话呢，用量控制不好就会影响到发面的效果，也有可能会导致这发面失败。所以平时呢新手发面的时候呢，还是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小苏打会比较合适一些，因为小苏打的碱性呢是比较弱的，即使我们每次用量呢稍微有点或多或少，那也不会出现有太大的问题。如果每次发面时用量控制不好，下次发面我们就可以用小苏打来试试。还有呢，像平时人们在蒸馒头面团出现一些酸味呢，可以用小苏打去中和酸味吗？食用碱和小苏打是最容易让人混乱掉的一个，莫过于在面食制作的使用上。经常会有很多网友呢私信问我，那么面团发酵产生的酸性可以往里面加入小苏打中和一下酸味吗？答案是不可以的。很多人认为小苏打这水溶液呈弱碱性，所以认为是可以中和酸味的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忽略了两点。第一呢，小苏打呢水溶液虽然是弱碱性的，理论上是可以中和掉面团中的一些酸味，但是想要完全去除掉酸味呢，那是势必会广量使用小苏打。第二点呢，小苏打呢遇到这酸呢会发生激烈的反应，产生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，导致面团再次发酵，
从而也会造成已经发酵好的面团呢出现过度发酵的情况。而面团因过度发酵就会出现这面团筋力下降，也会影响到成品面食的外观以及口感。就像蒸馒头，如果是过度发酵的面团蒸出来的馒头呢，是不会不够蓬松，而且还容易出现塌陷等问题。所以当面团中出现轻微酸味呢，是可以用小苏打去中和，但这酸味呢较重，用小苏打只会雪上加霜，方法是非常错误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关于小苏打和这个食用碱的一些区别呢，不知道大家都了解清楚了吗？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呢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了用上您那宝贵的双手帮我点个赞、加个关注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哦。感谢您的支持与观看，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